JC 的世界无雷影评单元啊，我们每次都会请到骆师傅跟我们一起来谈心事。那我们欢迎骆师傅。大家好。前一阵子都是讲国片嘛，但是其实港片已经没落很久很久了，你知道吗？的确，真的哈，就是以前都好像比较耳熟能详，现在反而就。卖路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是郭富城的天王，他又让我再度对他另眼相看，他演什么像什么，对不对？对，不过他个人的魅力风采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跟犀利哥，对，谁说犀利哥？哎，谁说流浪汉不能长得帅？对不对？就好。那《卖路人》这个电影其实角色真的很多，对，故事也很多。就你要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我心非常的慌，就是我完全太多角色了，然后再看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看谁。其实我们就来聊一下，是让你印象深刻，让大家都印象深刻的。好了，我觉得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个就是妈妈这个角色。不過為咗個女，我點都去爭取。丈夫死後，婆婆对她又很不好，婆婆又爱赌，对不对？还有什么？婆婆赌的钱啊，她来还。这是什么道理啊？对啊，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她很任劳任怨。剧情的铺陈上，你觉得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星座？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星座？因为其实这整部电影，就是例如说，像我们之前在讲《野雀之诗》，它主要一个主题是围绕着比较多跟天蝎有关的这些能量。又是天蝎座吗？当然不是天蝎咯。OK， 太好了。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看到《卖路人》这个部分，其实它的主题就也是很明确的一个领域，因为它就是一个中下阶层的。可能是街友他们的一个生活，他们全部都是街友，对，他们全部都是街友，然后而且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困苦，然后他们的教育程度，即便他可能有他的才华或能力，可是他教育程度是低下的，或者他的地位是低下的，收入是低下的。那这其实呢，在整个电影来说的话，它比较我觉得很弥漫着很浓厚的处女的氛围，处女座的氛围，大家会觉得好像处女座，大家一想到就是那种女教师、很精明的秘书这类型的，或者护士这类角色。但其实，在占星学里面，处女她所掌管的6宫，我们称为奴役宫。奴役宫也就是掌管了我们比较低下的阶层、比较基础劳动的阶层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整个片的主题它非常的处女，就是你就是做比较low end 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基层的工作，可是它又是社会上面就是替代性很高的工作，但是你非做不可的工作啊。对，所以《卖路人》这个电影，我们先把它归为是一部处女座电影。处女氛围。那这样的话，你再回到这个妈妈的角色身上来看的话，其实你也就会感觉到说，哎，这种她兼了好多份工作，然后一直做，基本上都没有睡觉，就是一个很工作狂的一个特质。那不是金牛吗？其实金牛它真的会，如果也会享乐，也会。对，这只金牛它基本上它就是没错啦，在这部戏里面你怀疑合理，对，因为你怀疑金牛是很合理的啦。其实因为他在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金牛真的也是会很拼。然后再来就是3个土象星座，其实基本上只要动到他们的食衣住行不温饱，或者是他们小孩不温饱，原则上他们就是都会去做很多事。那其实尤其当妈妈这件事情，她更会做。那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太多星座的可能性啊，什么巨蟹也有可能啊，金牛也有可能啊。那任何爱小孩的妈妈也都有可能，管她是什么星座的。那当然，我们如果说是就她的整个行为，她会兼很多份工作，然后兼到最后是她甚至是不惜的牺牲她自己去做很多的不一样的工作，然后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对，为了她的老公的妈妈，婆婆，对，而且她可以基本上不管这个人的死活的，可是她还是去做，对，她完全是牺牲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一开始我在想说，可是因为一开始她是说她为了要那个居留证明，是不是还是什么？对，她就是为了一个证明，一个社会的一个 license， 一个认同。所以这时候我就是会想说，也是就简单的就先把工作狂的先抽出来嘛，金牛、处女、摩羯，那在这方面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但是后来你又看到说他接了各种工作，然后
什么死人骨头都做，什么死人骨头都做好。对，那而且是自己已经累个半死了，他还做，那我就会觉得这时候金牛可能他不会踢掉，因为金牛他会觉得他必须先自己要好，人家才会好。那真的是比较为别人或为了别人的眼光的，我觉得可能会是处女、摩羯跟双鱼这3个星座，其实还蛮有可能的。双鱼第一次出现，双鱼第一次出现，好，那但是你又会想到说，那这样子接下来又会因为他接了各种工作，然后一直接到最后那个是大家觉得说这么丢脸的工作你怎么接？你不要接了。那这就会变成说有什么是很不在意这种眼光的，因为其实摩羯他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他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些认证、这些价值，或者是说一些大家觉得说这就是所谓的好的人，或者是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要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有自己的自信，是，所以他不会再去做这种更让人家觉得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的事。那处女还是要面子。对啊，处女更不可能嘛。对。那甚至到最后，这个妈妈她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就是你就是一个完全不为自己的人啊。那其实。对啊，就是双鱼嘛。对啊，因为其实双鱼它所代表的星座的形象，它就是牺牲奉献。对，然后是无私无我，包括它海王星这颗星也是，然后12宫的这个宫位，它也都是有一种大爱，然后无我的一个象征。OK， 对，所以妈妈的这个角色，我们把它定位在双鱼座。我救唔到佢。这个曾经是80年代的巨星哦，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从头到尾看到完，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演出，你知道吗？就是万梓良。我会觉得等伯他一直困在一个回忆的情境里面。对，那然后他一直会到一个地方，他会卡住，就是他一直在问为什么卡关。对，就是为什么不等？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有一种。跳针的状态，执着，思路上面的跳针，对，执着。你要说执着也可以，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卡住了，而不是说他执意的要去纠结。是不是也是一种逃避？也是，他不回家，他不回家也算是。你要说逃避也是可以，对。然后你就会觉得，那这样子的话，你会直接跟思路可能会比较容易卡住的一些。星座会比较思路常常卡住的星座 ，OK， 好，大概有哪些？其实那种你觉得比较憨直的星座本身上，它都容易卡住啊，什么金牛、巨蟹，其实有时候摩羯，如果你没有先给它规则，它也是会卡住的。摩羯它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还有双鱼。然后双鱼，然后我觉得水象星座跟土象星座普遍的容易有这种卡住的部分，因为风象跟火象他们是太灵活、太好动，他们只会分心，他们或者是坐不住，他们不会卡住。所以我会把它集中在土象或者是水象星座里面。好，所以等伯这个角色呢，我们把它归类在水象或者是土象星座，就是可能比较憨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或者是比较。会容易陷入一个回圈，然后执着。好，去掉一半了。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线索呢？你会发现他一直停留在就是为什么，可是他已经忘记，实际上是刻意或者是他不知道，但他已经忘记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然后还有不回家这件事情，因为不回家，然后让他的。不安跟让他的悲伤更加的强化，那我会觉得他会跟一个是家的连结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对于一些回忆，他会卡在一个我知道这件事，然后我很难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我会觉得我会直接，为什么其实听起来有点惊悚的感觉 ？OK 啊，没事。其实我个人啊，我个人从这样的观察，我会觉得它就像是一只就是回不了自己壳里面的螃蟹。巨蟹座，对。因为其实巨蟹座，如果说它的水星，或者是说它本身巨蟹座的宫里面有比较多的克相，或它是水星巨蟹本身有克相，或月亮巨蟹本身有克相的人，基本上他容易就是在发生一些让自己受伤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只记得那个受伤的部分，可是他会忘记为什么让他受伤。
包括就是可能是他自己不对哦，可是事过境迁之后，他只会记得你那时候让我很受伤，可是我已经忘记是为什么了，但是我那个受伤的感觉会一直记着，所以很多那种分手之后，然后一直忘不了旧情怀的人，其实巨蟹座是很容易发生的。对我来说，就是等伯他回不了他觉得他安全的地方，因为对他安全的地方已经受到了威胁，然后呢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且你就会发现他即便就是在素食店，他等伯他就是有他特别的位置，对，他就是等于是他另外一个壳在那边了，他不能够再做其他的地方。而且你看他会一直把回忆钳住，他其实巨蟹座他就是一个守护，他会是去抓住的星座，对，所以他不会去放手，即便是有一些恶霸来挑衅啊，或者是店要打扫，让他不能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会开始情绪很激动，对，因为那已经动到了他的另外一个他的根本，因为他就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壳他回不去，现在这个壳他也回不去的时候，哇，那对巨蟹来说是很，因为他没有像天蝎一样的那个针可以去扎人嘛，所以对他来说他已经是最软弱了，最无力、最脆弱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我会往这样的方向去想。原来是如此，巨蟹座，所以等伯他可能是一个巨蟹座，我觉得他或者是巨蟹能量比较强的一个男人，因为其实他也就是念旧嘛，巨蟹算是水象星座都很念旧，那其实巨蟹本身对于家庭传统或者是情感方面格外的念旧。幫我收一半人工，可唔可以留翻低？在我看电影里面啦，我觉得她虽然是女主角，但是其实我老是觉得她的那个角色可有可无，她就是里面的杨千嬅演的杜秋红啊。首先，她的职业别是一个歌星跟明星，所以一开始在刚开始角色形象还没有建构完成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想说，那他可能是狮子座或者是天秤座这种，就是你知道，因为狮子座它本身能量就是很容易的去做上舞台前面的角色，或者是歌星演员，像阿梅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嘛。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一开始会把它跟狮子、天秤这种可能跟外在，而且他收集了很多的衣服，bling bling 的衣服，对，他都会把它留下来。然后所以其实当杰夫你之后讲说他是念旧，他的确是留了这些歌舞服的时候，我就想说，又要念旧，然后又会默默的守候一个人，然后最后是你怎么处理这些衣服的那个态度跟它的价值，我会就是想说，那这样可能狮子座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做到，对，然后我就想可能天秤也有可能，但是一想到就是关于收集那么多的衣服。然后，而且是他自己表演过的衣服，不是乱收集的哈。那基本上也是念旧嘛，所以巨蟹也是有可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想到金牛，因为其实金牛它本身是对于拥有这件事情是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满足的嘛，所以他才会是我吃得饱，我才就比较不会那么努力的人。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看说，其实演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明明人家知道怎么做就可以窜红，可是他没有，他很有自己的原则，他很坚定自己的原则。所以这时候我又会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天秤可能他的那个弹性就没有表现出天秤的那个优雅跟弹性跟人的关系。对，好，那甚至他跟伯哥之间的互动，他也是到很后面才表现出跟伯哥的那个隐藏的情感。所以这时候我又会把它跟巨蟹跟金牛往那边归类去，但是你又会想到说，就星座的能量来说，他是一个歌手。金牛跟巨蟹来说，我不是说巨蟹座比较不会唱歌，而是说12星座里面的水象星座都被归类在无声星座里。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要表现声音的特质，尤其他的唱歌的，在电影里面唱歌的感觉，你会觉得是比较温温的，或者是稳扎稳打型的那种唱法，而不是哗众取宠的那种唱法，所以我会觉得那可能比较像是金牛的声音特质或感受。所以最后我会觉得说，尤其你又可以持续对一个人默默的付出，然后你又可以收集那么多东西，然后其实巨蟹跟金牛我都觉得很像，但是我觉得如果但是关键是在于那个声音特质，跟他的职业啦，因为其实如果是巨蟹的话，他会一直讨爱，
巨蟹他会一直想要博哥的一个好感，对。那可是当然，因为中间有照顾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也巨蟹跟金牛我都纠结了很久，对。那到最后我就觉得，既然他是个歌手，那我就还是相信他是金牛吧。好，所以最后的关键在于歌手这个角色。对，因为金星本身就是掌管了艺术嘛，那天秤跟金牛都是金星所掌管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他是有某种程度上面艺术特质，他的金星或者他的水星，因为他是歌手，所以他的水星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有錢咧就買個包幫襯下，你識做人識做。郭富城他演的博哥哦，我覺得他結合很多星座的那些優點呢，我來猜一下好不好？我猜他是天秤座。好哦，是不是？我觉得我比较不会跟天秤座做。好吧？为什么？天秤座他的确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啦。可是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把博哥这个形象塑造太完美了，就像你讲的哈，他就是又行侠仗义，然后又大气，然后又照顾人什么的。天秤座的确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天秤座他对于就是照顾人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来的那种大哥的那种比较没有。那虽然说的确啦，这种会照顾人的这种大哥哥形象，其实我觉得火象星座会很明显。那土象也会，如果他的财力够雄厚的话，的确他也是可以去照顾人。那当然，水象你要讲巨蟹、双鱼那些要照顾人也是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讲到整个郭富城他在剧中的一个那种豪气大气的形象，我就会把它比较跟火象星座去做连接。那火象星座有哪些？例如说像射手、白羊、狮子这3个星座。OK。对，那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以前叱咤风云，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然后很有企图心，很有勇气，很有智慧，然后在职场上很有野心的一个人，而且很成就，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火象星座里面很主要掌管的特质，不管是企图心啦、行动力啦、远见啦，或者是一些他的很积极进取的这种态度，要不然他不会在那个领域里面成为佼佼者。对。那只是说，在看到他的大气，然后跟他在戏里面这方面的时候，我就会3个星座就在思考。的确，白羊座他是一个打头阵，而且是一个勇者形象，然后可以去很好的开拓他的战场业绩，所以业务真的很适合找白羊座，他最适合去打这种打天下的感觉。可是重点是说，你看他打完天下之后如何守天下，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做对或错的决定过嘛，哈，那每个人都会犯错，主要是说他犯错之后，他怎么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对，那你看他之后跟这些街友们的互动，你会发现他真的很提携、很照顾、给予机会。但是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就讲到白羊，其实他是一个很适合去开拓疆土的人，但是他对于固守这件事情，他就比较力不从心了。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提携，然后我当你的靠山，不行啊，他干嘛要你靠啊？他要往前冲，他不能让你靠啊！而且他也不在乎你喜不喜欢他，他只要往前冲，争第一。这是白羊星座很明显的特质，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白羊脾气很坏，但其实他不是坏，他只是就是他必须要往前冲。对，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先把白羊先说拜拜。那接下来射手跟狮子，射手跟狮子的话，原则上你会看到射手，我们一开始想射手，他就是一个大喇喇的星座，而且会讲很多大道理，所以你在戏中可以看到。他好像会引用很多名人的话，然后贾伯斯讲过什么话，谁讲过什么话。那时候我看到他开始一直不停的时不时的举例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是射手？因为射手一样是很乐天、很开心，然后会去探索任何事情，所以他也是很适合的去在领域里面去做一些尝试，跟转换，而且他不会太去记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对，然后，但是他也不太会介意大家喜不喜欢他，因为他本身就很乐观嘛，他就觉得说，反正我就是很乐观。那只是在这部分，你就会看到说，射手他会一直传教，一直讲这件事情，但是他不见得会去，他会教，但不见得会提携。因为射手跟狮子比起来，狮子
的关键字就是大气嘛，因为你就是狮子，你就是个 leader， 然后而且就是你容光焕发的时候，我就是造福大家。所以你看他跟那个阿珍的那个见面，也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找我，就是一个伸出援手。而且即便他后来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对这些街友们一定就是你有问题，博哥来找你或什么的。这其实我觉得跟射手比起来，我觉得更像狮子里面会做的事情。那只是相对于等伯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去的巨蟹，我觉得博哥在这戏里面像是一个失去光芒跟鬃毛的狮子。就是狮子一旦受到挫折之后，然后就开始自暴自弃。他会变成一个卖路人，就是变成一个街友。我觉得他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关键，除了自暴自弃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只是说另外一个是说，当他见到以前的同事，他要去洗车，见到以前的下属拍他马屁的人，然后现在跟他的那个对比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跟他的对手戏的时候，你会感觉就像是一只丧家犬夹着尾巴在他前面，那而不会有像射手那种一笑泯恩仇，就随便反正射手他比较不会去计较这些东西，他会用一种更幽默的方式去面对。可是狮子他就是摸摸鼻子，就是我的荣耀石没了，所以你看他基本上他在他原本的职场已经失势之后，他到了麦当劳这边，他在打造另外一个他的小王。对，任何人的际遇或者是他的这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够只从太阳星座去观察，对，有时候跟行运也有关系。那但如果关系到狮子他能否东山再起的关键的话，其实要看他的这个太阳，或者是说他的命盘里面是否有冥王星的好的相位。对，因为冥王星它代表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一个力量，虽然它也代表了毁灭嘛，但是这种毁灭它也有把它就是再重新来过的一个可能。所以如果说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狮子它烂了就开始去嫌弃别人，就是扯别人，把别人扯下来也是有对啊，或者是说开始就是用各种方法的去踩别人展现自己的好，这也是比较低阶的狮子可能会做的事情。但如果高阶的狮子，或者是他的命盘里面他的狮子宫，或者是他的冥王星的相位是好的，那就会给予他那种打不死的蟑螂，然后而且他会一直展现出他必须要跟大家一起，然后建立一个王国的概念。所以说狮子他就是要么他就会越来越强大，对不对？他的强大其实就是对他，就是他会组织他的小王国，他的小粉丝，他的观众，他的追随者。对，好，虽然我们在讲解的同时一直有垃圾车，可是大家再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说，当然郭富城本身的明星特质啦，但是即便就是他最后落魄，然后睡在桥下什么的，你只要看到他，你就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光环在那边。对，即便他穿的很落魄，就是要穿西装，他还是穿西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射手座他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最后就是射手跟狮子，我想了很久，所以我还是给了狮子。因为其实，在门面方面，的确狮子也是比射手更重视门面的，因为射手他重视更多是 inside 的东西对，然后更想很多的东西。OK， 卖路人这个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那我们下次呢，我们再聊其他的电影。好了，没问题，拜拜，拜拜。